好，时序进入到5月份，接下来5月中的重头大戏就是这一场西川会准备要举行了。其实呢，现在在西川会正式的举行之前，各方中美的双方都已经开始亮剑了。今天我们特别来关心到是在中国大陆的方面祭出了他的新武器那就是包括他的这个王牌，他的稀土，说掌握了美国1.2兆的经济命脉，他会怎么做使用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大豆议题了，美国到现在苦等不到原本川普说的中国大陆答应要买的这个订单现在美国大豆农可是哭惨了。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关心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川习会前，大陆抛出了稀土全球的垄断招数，还有呢，他说他新增了225个中大型的油气田，等于说现在在能源跟关键矿产上面，他都已经全部布好局，并且加码了，掐住了美国在1.2兆美元的这个稀土产业链。这一场谈判，美国还有多少筹码，能不能对等出牌？等一下我们就会一起做关心。第二件事情刚刚讲了嘛，这个中国减少了对于美国的大豆进口。而且呢，减少幅度高达了83%，转去哪里了呢？转到了巴西去了。所以呢，川普说呢，原本中国答应他的4000万的采购，现在等于是落空了。接下来，美国川普如何面对他的农民呢？第三件事情是中国大陆的另外一招，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使用的方法，就是让猪农开始调整给猪吃的饲料配方，换句话说，已经少吃大豆了，改吃其他的粮食。在这样的之下，美国大豆还有没有回转空间？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看到川习会5月中要举行，在昨天这几天中美元首的这些最高层领袖已经开始交火对话了。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话，中方指出，王毅提及台湾问题将会是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个最大风险，呼吁美方要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决定。另外，在财经方面，我们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也通话了，一起关切的就是在于这个对华的经贸限制措施。政治方面，我们可以说是火花四射，但是我们看到在实质领域上，大陆则是祭出了各种王牌。首先，第一个王牌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的稀土。大陆的资源部这边讲了，他说现在包括稀土在内，一共是14种的矿产储量，以及17种的矿产产量都居世界第一，而且呢，他们现在还有发现了225个中大型的油田以及气田，等于掐紧了美国的重要1.2兆美元的稀土经济命脉，占美国 GDP 的4%。而7种稀土当中，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他说，7种稀土当中，光是这前5种稀土产量更是接近了100%。那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了？去年中国管制稀土让美国求挠，那么稀土这一次能不能中国靠稀土让美国认输呢？尤其是在这个美伊战事里面，有看到美国的武器消耗非常多，稀土的用量恐怕会需求越来越大。那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稀土是中国大陆的优势。因为中国大陆以前有一句话，这个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那美国稀土获得的数量，决定了美国军工的总产量。我们知道，包含发动机都要稀土包含通信设备、资讯设备，还有一些这些我们所讲到的电站设备、电子设备、光伏设备。通通都要稀土，包含我们讲医疗用的这些器材也要有稀土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稀土它有优势？全世界的稀土的储量是1.2亿吨，那中国大陆就除了就是它的储量是4400万公吨，你看就占了1/3。1亿2千万，4400万，就知道占1/3。但是我们现在看生产量，这个问题卡在生产量。对，生产量，中国大陆在去年2025年，中国大陆生产了27万吨的稀土出来了，这些你们都要的这些山者主这些坑都是你们要的，总共27万吨，27万吨占了全世界的需求量的70%。你这个其他的所有的你刚才讲到的，包含巴西、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通通加起来，你们通通加起来只占30%而已。你说这是集中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稀土的开采的工具装备，中国大陆是领先的，而且要知道，开采稀土是有环境污染，甚至开采稀土会有放射线哦。这个都要就把关的，不是说我来挖就挖了，有放射线你不要得癌症了，我跟你讲，那放射线把你的细胞变成病变哦。你不要不知道哦，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技术上已经控制，所以它储量最多，产量也最多。好，那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在哪里？在美国。我刚刚讲了，发动机所有通知设备、通电的设备。无线电都要有稀土，那我是不是就掐你？因为我刚刚讲过了，美国的稀土的获得量决定了美国的军工的总产量。你稀土来的少，那你就做那么多了。那现在有个问题卡在一个地方，因为包含美国、包含日本的都希望回收稀土，就是说，这个发动机报废了，是不是？还有那个这个无线电装备报废，里面有稀土，我们把它炼出来。但是问题是，这 reuse 啊，就 recycle 啊，缓不济急。你回收那么多稀土，回收的就那么多。对。那你还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买？那中国就是卡这个，所以我认为这一次5月14号，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一定会谈稀土。你宽一点，因为我们这边呢，生产设备、人力都没有问题，但是原料没有。我们知道生产一定要有原料，稀土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不是光谈大豆啊，还有贸易的问题，稀土问题绝对也是台面上的一个主要议题。好，稀土问题会成为这次川习会的重点哦。那么中国现在因为刚刚说了嘛，掌握了原料，还有这个整个的产量跟技术。那美国呢，也在这个时候赶快希望能够上紧发条，来在稀土方面去中化。那他做的方法就是在美国自己的本土建立一个稀土的加工厂。另外呢，在其他国家也有布局哦，在马来西亚跟巴西也盖了稀土精炼厂。他的目标是在明年2027，军工稀土可以全面不依赖中国，真的有可能吗？那研究机构也示警了，说真的要摆脱中国，你要1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做得到。另外再来看到是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德国跟英国也说了，我们一起来合作建这个稀土的开发。那代表现在包括从美国到欧洲国家，好像都可以看大陆的脸色吗？厉将军怎么看？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以美国科技这么先进的国家，居然它没有稀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反而中国有稀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要从2015年开始说起，因为稀土的提炼是一项就像是张将军刚刚讲的，是一项高污染的工作它必须要用这个工业酸来稀释，然后才能够从中来萃取出来那像这种脏活，平常讲美国人自己不做当然我们都知道稀土其实它不稀了，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俄乌战争，川普最早的时候跟泽伦斯基所提出来的条件就是你要把你的稀土的矿产给我。所以包括到乌克兰，包括到我们知道澳洲甚至于说是这个越南都有产稀土。可是重点在提炼。那美国从2015年以后，他认为这是高污染的脏活，他又不做。那我跟中国买就好了，中国有炼我就跟他买。但是没想到这10年下来，他这个技术完全断层。但在这10年的过程之中，中国不断的精进它稀土提炼的工程，所以到现在我们讲说是稀土又有分重稀土跟轻稀土。那现在你刚刚讲的说有一些有一些国家有些厂商他们也可以提炼稀土，可是你要注意到他们提炼的是轻稀土，重稀土在技术提炼上面它还提炼不出来。其中我们刚刚讲这7种重稀土里面前面那5种这个三杂特摘硫几乎都是中国100%要中国才能够提炼出来。那对美国影响有多大呢？今年这个当然去年这个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跟川普在这个韩国会谈之后中国有解封了，就是让有些稀土可以出口到美国。那对川普来讲的话，如释大负。那当然，美国也释放出一些善意，譬如说在关税方面就不敢再对中国做这个卡脖子的卡关但是中国释放的毕竟是有限的，它还会管制，所以美国就想说自己来采购它必要的。那现在由谁来采购呢？我跟各位讲一个数据是五角大厦出来采购。五角大厦跟澳洲的一家叫做莱纳斯公司采购了9600万美金，你看这么庞大的金额，而且是由军方来采购。为什么由军方来采购呢？因为它就是用在军需的工业上面嘛，包括不管是飞机的发动机或导弹的性能，或者是电子战装备等等来讲，所以由五角大厦来采购。
可是为什么要跟澳洲这家纳西莱公司采购？因为他认为澳洲不是属于你中国的。那澳洲这家公司在哪里提炼稀土呢？在马来西亚生产。好，大家想说，那就不就是这个绕开中国大陆了吗？他买的也是中稀土，可是大家忘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后面真的是在主导的还是中国大陆啊。所以如果中国大陆这个技术、这个配方不给马来西亚这家这个在澳洲在马来西亚设厂这家澳洲纳西莱公司来讲的话，他们还是做不出来。所以回归到原点。你这个东西就是绕不开中国，尤其是后续来讲，可能还有很多专利的问题。就算是你美国要设厂，那你这个专利问题还是绕开不了中国大陆。所以人家说这个稀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王牌之一。刚刚我们看的是稀土嘛，怎么样都绕不开中国大陆。那第二件事情，其实也是美国最担心的，就是大豆。川普说的这个中国不是之前已经答应好我了吗？说他要购买4000万吨的大豆，他当时呢还鼓励农民说，中国要买了，你赶快去买更大的拖拉机来用吧。结果呢，川普话这个说完，我们看到中美双方都没有证实这一项消息，而且呢，数据直接打脸的就是中美贸易休兵后，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2月份，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只有148.9万吨，年减幅高达83%，而中国去跟谁买了呢？跟巴西年增幅82%。再来一个重点就是，大陆现在让他们的猪只改不吃大豆了，吃其他的粮食哦。那么现在美国农民恐怕是笑不出来了。岳老师怎么看？这个非常有趣啊！这个是两位将军讲完了稀土以后，我在讲大豆。这个大豆到处都有啊，所有的东西买卖关系主要是看供需。供给跟需求之间，主要价钱就是供需之间的平衡，这就叫价钱。那么你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奇货可居啊，你非要不可。比如说台积电的这种超高级的芯片啊，你非要不可的话呢，价钱越高，人家抢着买。那稀土这边的涨价也有人抢着买啊。大豆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豆呢涉及到3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大豆基本上呢没有任何技术性可言啊。像我们这个北方人的话呢，老早东北就有大豆啊，大豆不稀奇。大豆的话呢是也不算美国机械生产量很大。再加上基因改造，这个我们没话讲。但是呢，这个大豆你刚刚看那个数字非常清楚，就是不从美国买就从巴西进口，这个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豆农本身呢，这个人数啊，终究是很多的。美国地也很大，大家知道，美国像艾欧瓦或者说是这个凯罗来纳那种大豆田的话，哇不得了啊，那个就用飞机施肥啊，用飞机来消这个叫杀虫啊什么的。那么这些量呢非常大，那么这些人数也非常多，那么他们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川普的这个选票，那么这第2点原因。那么这个第3点原因的话呢，大陆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大豆呢？就我们吃不了这么多豆浆的，我们榨的这个大豆油也是有限的，主要是给牲畜用的一个肥料啊，吃的饲料啊，不是肥料是饲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大陆的改变呢，我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没有科学做不出来的东西。你朝这个方向的发展，那大陆的工程师当中有很多农业工程师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现在的话呢，你养猪啊要配合现代人的兴趣，以前的话呢，我们都会觉得。我讲到猪肉的话，意大利的1:1猪肉是吃那个真树脂的那个的话呢，对大家来讲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取代品，所以卖得很贵。那大陆现在的话呢，突然发觉说，我们要养猪的时候，大家光吃肥肉没人要了。对，现在的话呢，猪要养得瘦瘦的，又不吃瘦肉精，那自己可以养得出来。如果说这个饲料的方面做了大型的突破的话，那大陆对于大豆的需求量不会这么多的时候，那大豆反过来变成一个钳制美国的武器啊。那么大豆可以武器化，就像美国拿了芯片武器化一样啊，是这个道理啊。你都要是打蛇要打7寸啊，打美国就要打他的选民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川普感觉到压力奇大无比。那其他还有别的东西，像波音的飞机啊什么的，那自己都能造的话，如果你的供需不能够维持你的独特性，那你必然是要完蛋的。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